色的列车奔驰在铁轨上，这是铁道迷都不陌生的日本诊断列车黄博士。白、红、黑交错的列车缓缓进站，车厢内的细节清晰可见，仿佛旅客正准备下车。这辆往返东京和成田机场间的 JR 东日本1259电车，在模型世界中被精致重现。但其实我们不在日本，而是走进一座微缩铁道世界。眼前这些电车模型还有工艺造景，全部出自于他的收藏。我们就会用这个软木塞来做减压，那个噪音在跑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大。从架设铁轨、铺设道碴到调整轨道角度，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在这铁道世界，郭先生选择 HO 规模型，追求更高细节，也意味着需要专属空间，因此几乎所有场景都得亲手打造。首先我们先喷底漆之后，你拿盐弄湿之后，把它贴在上面，然后再喷第二种不同的颜色，然后等它干固之后，你把那些盐剥掉，就会变成这种锈蚀的感觉。看似简单原料，在郭先生手中就变成场景的一部分。看着这运转多年的微缩世界，郭先生和铁道的缘分得从留学时间开始说起。1987年那时候在美国加州留学的时候，学校社团常常会收到一些关于铁道模型的一些地区的运转会跟所谓的展览资讯。那时候我就对铁道模型情有独钟。但是当初毕竟还是个学生嘛，所以不论在课业上或者是在经济上，不是一个穷学生有办法负担得起。那一直到20年前去台北出差，那就自己这么随便逛到一家所谓的铁道模型专卖店，那从此之后就踏入一条万丈深渊的不归路。郭先生本身从事贸易业，私下更加入中华民国搜救队，日常在救援和本业间穿梭。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他走进另一个世界。多年来的收藏横跨欧系、美系、日系和台湾列车，当然也追寻过不少梦幻逸品。那时候台湾应该很少有这个天赏堂的东西，所以每一次在网络上看，不是缺第一组，不然就是缺第三组，不然就缺第二组，所以你真的要整个拼凑起来16节是蛮困难的。那原本是想放弃，刚好那一年有碰到那所谓的花莲地震，那我本身也是搜救总队的成员，所以我也去协助搜救。那在回程的时候，想说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开始上网，居然在日本的网站上官网上，我看到了16节一次就是开标，而且更让我惊讶的就是说，居然没有人跟我竞标，所以我就很顺利的，也很幸运的能够标到这一组所谓的大全套。身为资深铁道迷的他，不只热爱模型本身，也在过程中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其实我一直很享受在收集过程中所认识的这些人事物，就因为这个兴趣，所以我认识了很多在各行各业相当优秀的同好，大家彼此就是经验交流，然后互相去切磋。在铁道模型世界里，有人擅长电子，有人裁量木工，有人景观上色，透过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座座微缩的铁道作品。肯定是可以释放很多压力，所以很多车友来到我这里，甚至要跟我要求说，他们自己要买那个军用床来这边放，然后我们整天都是待在这边。因为事实上，当你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跟外面的世界是隔离的。目前场地有限，仅开放俱乐部会员运转交流。不过郭先生认为这只是起点，未来希望打造铁道模型博物馆，结合协会和社团，将铁道文化带进校园。从最初的趴地族到一步步建构场景，郭先生用铁道不只串起一座微缩世界，更串起一群人的紧密情谊。